这是发生在沙漠里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几名男子在开车途中突然被一只野狼拦住了去路，他站在汽车前方，怎么都不肯离去。俗话说生灵拦路必有缘故，几名男子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。不过当镜头靠近后，大家发现这只郊狼的脖子上似乎套了什么东西，通过他的眼神可以判断出这只野狼并没有太多恶意，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在和人类求助。司机大叔本想下车查看一下情况，但却被后排的乘客制止了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大叔和他们发生了一番激烈的争执，其中2名乘客极力劝阻司机不要下车，毕竟狼不像狗一样温顺，他的野性十足，万一发生点意外，大家都会被困在这里。这时司机大叔从车底拿出一把剪刀，他解释说自己下车会格外小心，如果情况不对他会立刻回到车里。尽管大叔不断的保证，但后排的乘客却丝毫不答应，他们认为大叔这样做不仅有很大风险，并且还耽误了他们宝贵的时间。乘客一致认为大叔不值得将时间和精力花在一只动物身上，但大叔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他相信万物皆有灵性，既然今天遇见了就不能放任不管。最后经过一番商议，大叔表示会赔偿耽误的时间成本。随后他和前排的男子一同走下车，打算对野狼实施救援。这只野狼也非常聪明，看见有人类下车后，他马上朝前方跑了几步，但很快又停下步走了。似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贸然靠近可能会吓到对方。看到野狼的反应后，大叔心里也更加有把握了。很快他就拿着剪刀靠近了野狼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家伙居然一动不动，性格温顺的和小狗一样。看来这只野狼的确是来求助的。大叔看见野狼的脖梗被塑料管牢牢卡住，并且还大口喘着粗气，他猜想这只野狼一定是极度缺水。随后大叔让乘客丢过来一瓶矿泉水，准备帮他补充水分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大叔一只手按在野狼的脖梗处，另一只手则拧开瓶盖喂给他喝。不过这只野狼似乎对大叔并没有太多防备，当看见水的那一刻，他直接冲上去大口的喝了起来。可以看出来这只野狼应该很久没喝过水了，大概他脖子上的塑料管就是寻找水源的时候套上去的。不远处车上的男子还伸头进行观察，如果发生突发的意外，他要第一时间做出反应。这种体型很小的野狼是阿拉伯地区的一种郊狼，正常来说它们的性情狡猾，而且还非常凶狠，如果被它咬伤，那么后果将十分危险。毕竟在附近短时间内找不到任何的医院。野狼喝饱后对大叔也有了更加充分的信任，他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等待着人类帮他摆脱束缚。随后大叔小心翼翼地按住野狼的头部，然后拿起剪刀沿着塑料的边缘一点点剪开。好在这家伙出奇的配合，在大叔的努力下，很快套在野狼脖子上的塑料管就被顺利取下，摆脱束缚的野狼明显轻松了许多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大叔也没有过多停留，他松开野狼的脖子后，快速朝车子的方向跑去。重获自由的野狼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选择喝起地上剩余的半瓶水。突然，野狼抬头看向大叔的方向，似乎在表达着自己由衷的感谢之情。在确定野狼已经安然无恙后，大叔一行人便打算驱车离开了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这只野狼竟然跟随车子追了上去，哪怕是调转方向，它也紧紧地跟在后面。看来他是想赖着司机大叔了。我们随手的善举，对于动物们来说却是一次崭新的生命。一只流浪猫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猫咪冲着小哥喵喵叫个不停，仿佛是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。被挡住去路的小哥也是一脸蒙圈，直到另一只高颜值的猫咪跑了过来。原来他们是一对流浪的夫妻。通过仔细观察，母猫的腹部有些鼓起，看样子应该是怀孕了。此时小哥顿时明白了猫咪的意图，原来猫咪拦截路人是想为妻子讨要一些食物。一般流浪猫都会躲避人类，但为了妻子能有充足的营养，它不得不鼓足勇气讨好路人。而这只母猫的胆子比较小，小哥想要靠近时，它却转身跑开了。两只猫咪的颜值都很高，小哥忍不住想要上前撸上一把。他谨慎地打量着眼前的人类，小家伙把自己整理得白白净净，完全看不出一丝流浪的影子。小哥猜想他们先前应该是有主人的，也不知道这么温顺的小猫为什么会被遗弃。猫咪看见小哥久久没拿出东西，于是便转身躲到了一旁。看来不拿点食物出来，他们是不想再搭理小哥了。于是小哥决定去附近买些东西回来。不久后，小哥带回了美味的猫粮，见到食物的猫咪马上凑了上来。然而公猫只是闻了闻，随后便蹲在一旁默默守护着，因为他知道此时对方比自己更需要食物，这让小哥很是诧异。毕竟在猫咪的世界中，如此专情的并不多见。此时想要带走猫咪的扣666，食物的香味很快吸引了附近的流浪猫，它们似乎知道小哥是位好人。一只胆大的流浪猫还主动上前求摸摸，猫咪们也非常懂礼貌，并没有出现打架和抢夺食物的场面，反而是在井然有序的排队等候。旁边一只长相独特的猫咪引起了小哥的注意，小家伙的脸上多出一块黑色，看上去很是搞笑。但不得不说，这群流浪猫是真的漂亮，而且每一只都白白净净。担心猫咪们不够吃，于是小哥又端来一盆猫粮。但让人不解的是，这只狸花猫始终不肯去吃一口，它只是安静地蹲在一旁。当有其他猫咪靠近时，它还会发出威胁。
看着眼前如此众多的可爱猫咪，你会捞一只带回家吗？男子翻开垃圾箱后，却在里面发现了2只长得像老鼠的动物。2个小家伙顿时被吓了一跳，惊恐的小眼神一直望着男子，这可把他高兴坏了。想不到自己居然捡到2只嘤嘤怪，还没等小水獭回过神来，男子直接一把将它捞起。被抓起的小家伙吓得4肢蜷缩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小水獭一脸嫌弃地看着男子，如果家里没矿的话，我劝你最好还是把我们放回原位。此时捡到水獭的男子也是格外激动，对着镜头不断的炫耀，但2个小家伙却待不住了，他们只想尽快逃离男子的手掌，然后乖乖的回到原地等着妈妈回来。可没曾想男子是个急性子，一转眼的功夫就将他们请回了家里。小水獭一脸蒙圈，这下可彻底和老母亲走失了。男子随后为小家伙称了体重，仔细一看足足有500多克，而另一只小水獭看样子是个弟弟，体重比上一只少了100多克。体检完成后，男子将他们放进了小窝，可小水獭却是一脸的不满，用埋怨的小眼神一直看着小哥。由于回来比较匆忙，男子只好先用小狗吃的奶粉来招待他们。因为担心2个小家伙吃不饱，他还特意放了一把狗粮进去，然后用搅拌机打碎，这样一大杯营养餐就做好了。接着男子将奶瓶放进微波炉进行加热，将温和的奶瓶取出后，他高兴地把小水獭捧在手里，这呆萌的样子着实让人心动。此时觉得小水獭可爱的扣666，随后男子将奶嘴放入小水獭口中，刚开始小家伙还不太适应，不过很快他就大口地喝了起来。看见小水獭吃得这么香，小哥也很欣慰。几天后，男子带他们来到了一处水池边，由于没有太多游泳的经验，小水獭显得有些害怕，在岸边不停地打量着。看到这种情况，男子也是哭笑不得，水獭难道也会怕水吗？没办法，他只好在水里不断鼓励他们。最终一只小水獭勇敢地冲进了水里，看来他们只是缺少一点胆量而已，毕竟游泳是水獭与生俱来的本领。2只嘤嘤怪在水中欢快地与男子玩耍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，2只小水獭与男子的关系越来越好，他们总是黏着小哥，似乎将小哥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几个月后，小水獭长大了许多，现在他们已经断奶了。今天男子买了一袋小鱼回家，准备让小家伙们练习捕鱼技巧。由于缺少母亲的教导，目前小水獭还没有捕食经验，虽然他们在水中动作敏捷，但忙活了半天却一条小鱼也没抓到。直到几只鱼儿没了力气，小水獭才好不容易将鱼儿抓获。随着不断的练习，他们开始慢慢掌握了捕鱼技巧，水池的小鱼不久就没剩几条了。现在2只小家伙已经和男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，最后希望他们能一直快乐的生活下去。这只温柔的小猴子用手指轻轻碰了下狗狗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他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，第一次交朋友的他显得有些羞涩，因为老实，他曾被其他同类欺凌和排挤，导致身体和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。瘫痪的下半身让他只能依靠双手行走，因为无法摆脱那些伤害造成的心理阴影。胆小又自卑的他蜷缩在角落里，样子如同一个可怜兮兮的宝宝。每条生命都向往着自由，而他对外面的世界却有着深深的恐惧。救助人员想带他出去放风，可他却拼命的想要钻回铁笼内。或许他认为那里面才是安全的避风港。为了让小猴子适应外面的世界，救援人员还是强行将他带到了外面。广阔的空间并未让他感觉到自由，相反却是安全感的缺失。他不断搜寻着可以躲避的角落，或许只有这样的角落才能使他安静下来。没办法，工作人员只好让他回到了笼内。由于之前受到同类虐待，小猴子连吃饭都要小心翼翼，他习惯性躲在角落里狼吞虎咽，生怕下一秒食物就被抢走。长时间的抑郁导致他的情绪变得异常焦虑和暴躁，性格更是反复不定，难以琢磨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小猴子会安静地待在角落里，他无法走出内心的阴影和悲伤，就这样一整夜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工作人员听说国外有一只相同遭遇的大猩猩，靠着一只猫治愈了他内心的伤疤，于是工作人员找来一条性格温顺的拉布拉多，希望能够帮助小猴子打开心门。初次见面的他们显得有些羞涩，小猴子轻轻伸出了友谊之手，然而阿布却丝毫没有察觉到。腼腆的小猴子有些莫名的失落，心想着是不是对方不想和自己做朋友。但不久后，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慢慢从陌生到熟悉，友谊的种子也开始在彼此的心里发芽成长。他会在无聊时主动来找阿布倾诉，偶尔也会顽皮地追着阿布陪自己玩耍。贴心的小猴子每天都会帮阿布抓虱子，这一刻他的心扉彻底向阿布敞开。友谊之光不仅治愈了小猴子内心的伤疤，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全感。伴随着友情的深入，他们越来越熟悉，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但对于外面的世界，他还是有些恐惧。在阿布的鼓励下，小猴子颤颤巍巍地爬了出来，但没走几步又害怕地趴在地面上。通过阿布的不断安抚，他重新站了起来。友谊的力量最终让他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和不安。转眼到了午饭时间，见到美味的阿布疯狂炫着狗粮，
小猴子见到阿布吃的这么香，也忍不住想要尝尝狗粮的味道，结果一吃就上了头。果然狗粮吃起来更香。跨越种族的友谊让他们学会了彼此分享，痛苦的经历和遭遇让我们更加坚强。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愿每个人都能遇见治愈你内心的另一半灵魂。我是小奶狗 ，respect。